那我觉得连铜魔都杀不掉。他刚才扇子随便一挥，接触瞬间就把蝴蝶刃砍到多根肋骨断裂，瞬间冲击力大概要4000牛顿。那大谷翔平最快球速是165公里，那如果铜魔去投球，他球速可以飙到270。他如果当那个投手，他会比大谷翔平强哎。到期可以签约。哇，可是他无限城画的好漂亮哦。这个在 IMAX 看应该很好啊。他们是不是很多人去看 IMAX 看？有，而且那时候还会送海报哦。这是他师兄。切腹如果没有借错，大概是世界上最痛苦的死法之一。我们的那个腹壁还有臂层腹膜上面，分布着密度极高的痛觉神经，所以当武士刀它划破腹肌，然后刺穿腹膜，还有切开肠道的时候，它引发极度剧烈的一个躯体痛，还有脏器痛。但腹腔还有肠系膜血管的它的出血速度其实并不快，所以如果没有切到最深层的腹主动脉，大脑的供血不会立刻中断。要是没有人帮忙借错，切腹者他会保持完全清醒的状态，在失血性休克中挣扎，有时候会持续好几个小时，甚至整整一天，最后才在全身抽搐中痛苦死亡。什么是借错？借错它就是切腹仪式里面的一个斩首助手，它职责是在切腹者划开腹部后，立刻挥刀砍断对方的脖子。这是日本武士道里面一种人道机制。那从医学角度来看，借错唯一的目的就是瞬间中断痛觉。那斩首可以在1秒内切断脊髓的神经讯号传递，让切腹者可以在刚感觉到腹部剧痛的瞬间就立刻失去意识。那要是没有人帮忙借错啊，切腹完全就是活生生的虐杀。あれほどの者たち、なんで手前ごときがよく引き得ましょうや。むしろ手前の方があの者たちに支えられ、手を引かれてこれまでたどり着きたるものにござりまする。思えば年重なるは78歳より若きは15歳に至るまで46人、いや中道にして非業の死に倒れし者どもに至るまで実に良き同志たちにござりました。さて一同の者を待ちわびておりましょう。いざ。那切腹的人没有办法帮自己借错吗？没办法，借错它的定义就是斩首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要切断颈椎骨需要极大的一个动能。那如果是自己拿刀割脖子，然后再切断颈动脉还有肌肉瞬间，你的手就会因为瞬间瘫痪然后松开，所以自己来最多只能做到割喉，绝对没有办法说自己完成砍断颈椎的斩首动作。这样子那些武士要怎么借错？会不会失败？会，借错其实很难。那历史上那个借错它失败很正常，颈椎其实非常硬。所以如果瞬间动能不够或者角度不对，它刀就会卡在颈椎之间。以前是真的有人帮忙借错，然后连续砍2、3次都砍不断，然后现场弄到就是惨不忍睹，然后找人来接手。那如果切腹没有人帮忙借错啊，可以怎么样？就是让自己瞬间失去痛觉。就是3一刚才讲的就是它可以直接刺穿自己的那个颈动脉或者心脏。在独自切腹的状况下，唯二能快速中断痛觉的方法，就是在剖腹之后立刻把刀刺进这2个地方，然后加速大脑它缺氧死亡。所以如果我今天要独自切腹的话，我就必须准备2把。不要，打生命专线好不好？古时候那些借错人，只是简单这样子轻挥，但这样挥不掉，一定要跳起来挥哦。他们就是一定要找那种剑术高手，
有没有办法成功斩首，它主要是看动能，是说它的设定是面对鬼嘛，他们那个脖子比较硬。那其实像蝴蝶人那种状况来讲的话，它对一般人它是应该是让它体重应该在边缘。对它的那个肌肉量应该是比较低啦。本来的上弦六是谁啊？我突然忘记了。哦，我知道了，上弦六本来是那个继父太郎跟舵姬，歌舞伎町那一趴，就是被那个很帅的那一个干掉的嘛。我记得那一个柱很帅。对，他有3个老婆。哦，是哦。对啊。哦。他后来断了一只手。哦，人帅真好。叫你喝，你敢喝吗？为什么不敢？你要变成这样啊，不是，那我觉得那有点丑黑石魔说，如果能适应血液就可以变成鬼，这代表无产的血它需要极高的一个基因相容性所以血鬼化的机制它其实就在换骨髓。跟换骨髓有什么关系？如果现实中一个那个 A 型血的人啊，他接受了那个 O 型人的那个骨髓移植，那几个月后他血型啊就会完全变成 O 型，然后连抽血验出来 DNA 也会变别人的。那无产的血就透过这个机制，把人类的血液系统强行复写成鬼。因为无产它有就是狂输血，然后那个人就直接爆掉这是对的吗？那是因为那个极端的一个移植物抗宿主病啊。那现实中如果说换骨髓它不配对，它新植入的血液系统它会强烈攻击宿主的一个身体，然后无产的血液它可能侵略性太高，几秒内它会把细胞结构拉扯，然后崩解。那黑石魔说的适应，就看你的那个细胞它有没有办法通过这一场基因的一个重新编程。可是他刚喝的不是无产，是黑石魔的血，这就有差吗？有差。黑石魔它其实算是基因的一个2房东，无产的它原始纯血它毒性太高嘛，黑石魔等于先用自己的身体过滤，帮无产的基因做了一次刺激载体减毒，大幅降低这种致命的全身性攻击这就为什么快月啊它资质不佳还是可以变成鬼。可是这样那个效果会不会差？毕竟还过1手对，就是因为它那个基因的浓度它被稀释，基因重新编程它只有完成那个基础结构，所以它可以勉强有上弦的破坏力，主要是靠原本的雷之呼吸还有鬼化的那个身体能力叠加。那如果给它时间继续吃人，才有可能慢慢变成那个真正上弦的浓度。所以善一说的没错，就是因为那个前面被砍光，然后让它减到直缺。变成鬼之后还是这么烂，早知道这样当人类就好了。我4点要显化1碗牛油面。怎么了？怎么了？他爷爷也很小只啊。所以爷爷可能是那个骨质疏松才退休的，是不是？没有，就年纪到了当教练嘛。从眼睛接收到光线到大脑意识到前面有东西最快要0.1秒。那如果跨越看不到，就代表善意在0.1秒内跨越至少40公尺。那换算时速大概就是1440公里，也就是1.2倍音速。但现实中，善意连刀都还没有挥出去，自己就会先骨肉分离，因为在0.1秒内要加速到超音速，起步瞬间要承受800G 的爆发力。所以一般人最多是可以承受多少？正常人超过5G 就有生命危险。那顶尖的那个战斗机飞行员，他顶多到9G。那历史极限是一个美国空军军医 John Stepp， 他测出来的46.2G。他把自己绑在火箭滑车上，从时速1000公里瞬间刹停，他的血液和眼球顺着巨大的惯性往前冲，当场压爆双眼微血管，撕裂视网膜。那这样这个医生后来还在吗？
有，他有活下来，但他的那个眼睛一辈子都没有治好。那46G 就可以撕裂视网膜，然后造成失明。善意的800G 是这个极限的17倍以上。那在50几万吨牛力的一个拉力下，它的内脏会留在原地，然后主动脉跟悬挂韧带会当场折断，然后半路上就直接解体。所以善意这样其实是不合理的。不会啊，他是雷之呼吸继承人，我觉得算合理啊。但我觉得他应该要开启斑纹，而且他应该要去打铜模，就以快打快。你不看好他哦？没有，我只是舍不得蝴蝶人。哦。他就那个鬼嘛，对不对？对。它这个设定其实非常仔细，善意现在的状况其实是完全符合高压电击引起的进行性组织坏死。那一般的那个刀伤很单纯，就是化开之后它受损范围就固定，但高压电击不一样，电流它通过的时候会直接破坏深层的微血管，引发微血栓，这会导致受伤当下看起来没有事的那个皮肤还有肌肉啊，因为血管塞住，然后得不到氧气，在随后的几小时到几天内，它持续缺血，然后发黑，像豆腐一样大面积烂掉。这就是为什么它的伤口会自己不断向外扩散。这个碰到会怎样？就只能反复清创，你没有办法一次把它切干净，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它会烂到哪里。历史最不缺的就是投机分子，吕布背叛丁原与董卓，糜芳出卖关羽，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他们在转身倒戈的那一刻，心里盘算的都是同一件事：如何用别人的血来换取自己的利益。二战时期的捷克，纳粹实施严厉的连坐法，只要有人反抗，就是屠村。受过特战训练的特工柯达是当时捷克对抗纳粹的重要节点，他手里握着布拉格安全屋、地下联络人还有特工名单。为了让自己和家人活命，他走进纳粹秘密警察机关盖茨太保总部。他盘算着交出名册，拿着巨额赏金还有全新的身份，远离战火，开启第二人生。纳粹拿到情报后，发动全面清洗，布拉格的抵抗网络一系瓦解。长期誓死掩护柯达，用生命做防线的安全屋妈妈，在卫生间咬碎氰化钾自杀。7名与他生死与共的捷克战友在教堂被包围，指挥官战到弹尽援绝，举枪自尽。负责庇护系统的主教知道纳粹接下来要血洗教会，为了保护大家，他毅然站了出来，宣称是他藏匿了特工，要求纳粹对自己进行枪决。事后，柯达拿到了500万克朗。折合现在大约是新台币2亿元，这是一笔可以改变数代子孙命运的巨款。但这单任务赏金从此成了他的狗链。为了证明自己一直有被利用的价值，在接下来的3年里，柯达持续扮演线人，深入地下组织，像刷副本一样举报名字、月结赏金，亲手把250多名同胞送进集中营跟刑场。1945年，纳粹战败垮台，柯达失去了保护，逃跑失败。被捷克特别法庭以叛国罪判处死刑。1947年，他在布拉格被推上了绞刑台，这正是《鬼灭之刃》里快月下跪喝下鬼血那一瞬间，灵魂所踏入的属于背叛者的无法回头的单向门。当背叛者被推上命运的绞刑台，脚下的火门瞬间被抽空，才会在濒死的窒息中猛然清醒。原来自己从来不是什么审时度势的智者，而是一个免洗 NPC。他手可以瞬间长出来，根本打不过啊！所以他设定真的很仔细耶。你看他的那个，他整个是那个视觉窄化以后，然后他就觉醒斑纹。可是你知道善意是主角哦，就是那三个男生嘛。对啊。然后再加上谁？祢豆子啊。他现在是不是还躺着？我记得他刚才还躺着嘛。对，他现在还躺。他到最后有攻击力吗？看完到后面都没有都是躺赢。我好想当祢豆子哦。其实你当过祢豆子啊？有，我当过。但那个假发的部分被驳回，大家可以找那个截图。好。